嗨，暑假好，好，欢迎陈明老师。那我们现在开场前6秒是黄金时刻，要直接带重点，不然就变浪费时间。对，今天介绍。所以知道我们之前都在浪费时间吗？对，因为我刚刚去成品看了一下，如何让你的 YouTube 还有短影音那个轰动。然后非常变热门，精华的前面几分钟，对，所以 YouTube 长片前面剪辑，不是很多人浓缩重点，对，那个就是关键。先讲个重点，预告啦，对，先预告今天会讲什么，让人家延长想看这样。那这一个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很香，非常香，有够香，然后继续下去。好了，他已经跳走了，不看了，跳走了这样子。好，来，对啊，这一支应该是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一支啦。然后老师，我觉得他跟 Baby Kate， 我觉得真的是不相上下。这一支跟 Baby Kate， 对，虽然都是前1、2名的，真的，对，这一支。对，那我们前面居然录得这么烂，可以重来一下吗？没啊，不用啊。好，反正没差。会看还是会看，不会看早就跳走了。对，没错。对，好，来，这一支好。丝绒，对，丝绒51，丝绒51是什么意思？51，等一下哈，51是什么意思？跳舞的衣服，51哦，我以为是5·1劳动节的5·1嘞，靠腰。跳舞的衣服51，哦，丝绒的5·1，好，好，直接来闻味道，哇，哦。好香哦，我已经闻到了。哇，这好嘞。这个玫瑰花，然后后面带着白花布，对不对？哦，玫瑰跟麝香，难怪是大家喜欢的前2名。老师，那这一支你最喜欢还是刚刚你讲那个 Baby Kate 最喜欢？哦，这2支。我最喜欢这支，很难做比较，因为是不同的类型就对了。对。好，那不同调的，目前这一支前调一出来，给了你们什么样的感受？非常轻盈飘逸，但是又不单调的一个那种丝绒感的玫瑰香气。我还有闻到茶香的味道呢。对，真的它有茶香。它刚开始的前调就说它有用茶香在里面，但我刚开始是闻到比较多的是玫瑰，然后慢慢的它的茶香就很快就跑出来了。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在喝，我觉得这个是在中式的茶桌上，然后用的是中式的茶壶跟茶杯。真的。对，但是却在玫瑰花瓣的装饰桌上，然后喝这个道地的中式茶，很奇怪，因为它茶香很独立。我讲一个比较不奇怪的画面，要不要？你有去过9份吗？去过啊。对，9份不是很多茶馆可以看海的。对。那就有一个女孩子穿了一个这种颜色的，这种暗红色的长袍的衣服，也洋装。然后呢，天气很热，所以她有一点微微露出她那个肩带是比较细的。是。然后呢，戴了一顶大红色的帽子。她就觉得哇，那个好特别的一个女孩子。她一个人这样走进茶馆里面，她就喝茶。大家觉得她会不会很难相处？可是你看到她是用一种非常亲切的笑容在面对你，然后她在喝着那个很舒服的、很好喝的茶，然后一边喝着茶，一边可以跟店里面跟老板、跟店员聊天，然后一边欣赏外面的风景，同时闻到茶香，然后呢，身上还散发着那种玫瑰的香气。所以它的特色是她穿的衣服，那种丝绒感。那种很有丝绒感，因为它的香气其实是很细腻。我闻过很多次，我都觉得它的香气，我觉得那个茶香给它带来一个非常的，把它衬的那个玫瑰衬的非常的细腻，那个味道很细腻。是。
那这里面有没有一点小苍兰的味道？我觉得我有闻到很熟悉的小苍兰应该有吧？小苍兰我就不懂。小苍兰，有点像小苍兰，有点像你说那个小苍兰花，是不是？那个香气。对，所以为什么我说它是红玫瑰，但是带着白花部队？白花部队就是小苍兰出来。好，林心丽，那这一支也是你很喜欢，你可不可以多说一下？我觉得这支就是一个女生在晚上，我觉得很约会必备的一个味道。是。对，然后因为刚大家有讲到说它那个茶香其实非常的明显，而我觉得这支尤其会蛮适合就是我们亚洲人的，因为它虽然说它是就是比较那种洋式的这种颜色呢，一开始你会觉得说，这个颜色是不是会很晚宴那种很艳丽的香气？可是它又不会，因为茶香给它带来一种清新感，然后不会那么的很亲切厚重这样子。对，然后在我们闻到，它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华人熟悉的那种茶香。是。对，我觉得这个调香师还蛮厉害的，就是他可以把这种我们喜欢的茶香的感觉，就是调成这种味道。然后他可能是想要表现他的那种武艺的轻盈感，因为他这个味道一开始的时候，因为玫瑰非常的明显，其实一开始并不会觉得说非常轻盈，其实是有点味道蛮显香的一个玫瑰跟麝香非常明显的味道。我觉得它就是味觉一开始其实还蛮冲击，但是它从茶香开始一直出来之后，就让你觉得这个味道其实是还蛮实穿的香气，然后又还蛮性感的，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就是又有实穿，然后又觉得有一点那种心机在里面的感觉。好，所以林心丽说这一支是约会女生必胜的那个终极秘密武器哦。对，好，老师，那这一支有没有让你觉得新的画面呈现呢？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小苍兰跟这个玫瑰正好做一个很像，既然是舞衣嘛，跳舞的衣服啊，对不对？舞衣会有律动感。那我觉得这个玫瑰的味道是比较强、比较重。那白花的小苍兰是比较飘的，所以它一重一轻，一重一轻，一重一轻，就有那种律动开始出现哦。所以我觉得，它确实有做到那样子舞动的视觉感出来，有重节拍，也有轻柔的节拍。那我们就换一个场景就好了。他本来在9份的茶楼里面喝完茶之后，就到阳明山的海芋田，刚好海芋盛开，一整片白色的海芋盛开，他就他就在那边踩着那个盛开的海芋，然后呢一边拿着，然后呢山风吹来，阳光照下来，他整个人非常的轻盈的漫步在海芋田里面，有画面，然后要穿着丝绒的这件红色的衣服，简单可是呢那种大方却又很适合在这样子郊外的场景，我觉得不会不搭调了。特别在一片白色当中，红色的特别显眼嘛。玫瑰特别显眼。是，好，李心凌，那这一款你会觉得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当然，你刚刚已经说约会是必定的武器嘛，对不对？对，我觉得，像老师可能会觉得它比较像是在白天户外的感觉，对不对？是因为可能是茶香在你身上比较明显。对。因为我的身上其实我觉得玫瑰跟麝香更明显一些，而且它的那个麂皮的那种丝绒感，我觉得越来越重，所以我其实会一直想到那种歌剧院的那一种大的红布帘幕那一种感觉，所以反而是比较像在剧院里面的感受。然后这个香气，我又觉得很像就是那种在舞台上的那种跳舞的芭蕾舞裙的那种感觉。OK， 但它又有律动，也有刚大家提到的那种律动感。对，好，所以你的画面是去喷这一支去参加歌剧院之类的哦。好，室内的啦。那老师一直都是户外，是吧？现在我觉得比较想去户外，就是一定不会是在家里，也不会上班，自己想要这不会是，只要不是在家里，不是上班，不是正式的场合，正式场合啊，反正就是只要不是正式的场合，我觉得
都很适合。你不管跟朋友约会，当然更适合。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很舒服好闻的味道，舒服又美，很美的味道，很美的香。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很美的香气。对，我觉得如果就算约会，你没有看清楚对面这个女生的长相，你光闻这个味道，你就会觉得她是美的。对不对？我这样太盲目了吧？我这样太盲目了。不美，你应该不会太行。对，不行。应该说，在你心中的美丑，就是你觉得一定是美的嘛，你才会跟她。我会觉得这个女生很有品味。对啊，有使用这个味道。我要特别这样强调是说，她长得美不美没关系，你好好欣赏这个味道，都会觉得她是美的。对，是没错。OK， 好，那我们前调先聊到这边。请教一下两位，这一支都闻过，那后调会不会变化？淡一些，但是不会。我觉得基本上它这个系列都不会变化太大，中后调都不会差太多，不会差太多。那我们拍后调应该就没人看了。那没关系，大家还是好奇啊，很难讲哦，好奇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出来？好，我们待会回来跟大家说，拜拜，拜拜。就是那个很淡很清淡，对不对？那个玫瑰，很清淡的玫瑰，但是很好闻，但是也很香，这是也是带那种微微精油感的玫瑰香气的那个，很贴肤的，叫什么衬衣啦？衬衣。我当初要在后面一点，闻它觉得它很淡，对，但是它其实很持香，然后你就会不时的闻到，哦，今晚跟你胖了呢。好的，5·1回来，5·1，好5·1，我刚才也想5·1劳动节5·1，来吧，5·1的后调，看一下它的那个使用的那个丝绒5·1，已经开始应该使用，这是同一位那个我们的 sponsor 小丽的那个嘛，那你看它的水味就知道，因为它使用水超级多，这支是目前用很多，对，这支也用蛮多的。Baby Cat 哦 ，Baby Cat，难怪，果然你们讲的都是，对啊，确实都是王牌的哦。没错。好，来，那这一支5·1的后调，现在怎么走？这难怪是近代大家会很喜欢的味道。那个小苍兰跟玫瑰的结合，对不对？我一直不知道小苍兰的味道。对，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太久没有闻九马龙。对，是哦。对，我的记忆点，我对九马龙记忆点真的很低。你直接跳级了，已经很久了。我大概买过2次之后，就再也没跟他们买过了。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是，但是我们台湾很多的香氛爱好者的启蒙老师是九马龙，对不对？它还是好闻啊，只是说没有那么有层次感这样。当然持香也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嘛。好，老师这一支后调，这支很赞，这支持香绝对没有问题。它很像是那种。你整个人看到你把那个玫瑰花瓣，那个玫瑰花瓣就是很新鲜那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摸过玫瑰花瓣那种，摸起来这样软软柔柔的，很细致。是，然后你把它铺摆在桌子上，你整个人就这样睡无可午觉，你就把它趴在上面。对，我趴在玫瑰花瓣上面。对，然后就是趴得很舒服。对，其实玫瑰花瓣摸起来就有一点丝绒。对，有没有？真的是很柔润，然后很好摸。好，那林心理这一支，你觉得老师说很像，我觉得比较更像是把它铺满在整个床上的，因为就有一点柔软，然后因为它后调就玫瑰香带就是软软的，然后带一点那种茶香感，然后因为它可能又后面有麝香嘛，所以整个感觉就是很贴肤，但是有那种玫瑰茶的那种香气，但是不热。洗完澡，对，我觉得就是有一种那种。这样扑上去那种感觉嘛，就觉得软软的，然后全部都是玫瑰花瓣的感觉。那我的画面比较拟人，比较跳脱框架。我觉得是玫瑰花瓣是很大片，但人变成蚁人这么小只的一个漂亮的女生，然后不管是侧躺，或者是这个仰躺。
在这个玫瑰花瓣上面。那因为玫瑰花瓣本身就有丝绒感，那它是深邃的颜色是比较贴近黑玫瑰的颜色所以这支味道整个融合起来，原本一开始的时候，玫瑰跟小苍兰还有点分开，包含麝香有点分开，但现在几乎是融为一体了。好像这一条玫瑰丝绒布就是给这一个女士量身定做的一样，就完全被这个丝绒感包围起来，相当的漂亮。好，那还有没有什么要提供给观众朋友的？我觉得这支如果是男生啊，就有点像是那种就是韩流男星可以穿在身上的那种香气。对，这个漂亮的韩流10大男生是，如果男生使用的话，就这种规格的，对，可以使用。对，那所以相对来讲，就是你也可以喷上这样的味道，是，那你变成。我微微里说，如果我不是韩星就不要自己喷了。我觉得女生喷这一支会很有气质，是。然后男生喷这一支呢，你会觉得他很热情。你会觉得它很热情，对啊，因为那种花香感，然后男生的花香感跟木质调的味道其实是不一样，木质调给人家比较稳重，比较有那种可靠感，然后但我觉得喷这支花香会这样很热情，尤其那种很适合他在一些公众场合上当主持人啊，对，或者是一些需要讲很多话的时候，哇，你就觉得。那种热情洋溢，它需要发光发热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有时尚感。因为我刚到后来味道就想说，这个味道除了我自己觉得很喜欢，女生很喜欢之外，如果是男生的话，会不会喜欢这支？所以就让我想到那个韩流10大，然后再来我就想到那个谁，就是也蛮时尚代表那个权志龙。因为他会穿一些就是比较颠覆一般传统男性的那种穿着，就是像他会背香奈儿包嘛，然后我就说他会穿裙子裙类的衣服，就是那种对，然后就觉得他这个感觉就是还蛮时尚感的。如果他去用这样的味道，我觉得也蛮适合的。是，OK， 好啊，那来个分数吧，老师这一支丝绒51，你会给他几分？9.7。哎呦，很高嘞，哇哦！看来很喜欢，给他9.7原因是，第一个他男女都适合，第二个我们很少闻到，有玫瑰会闻到，同时闻到茶香，然后走到后调，它的玫瑰加麝香又让人家觉得哇，这是很有气质、很优雅的一个香气，从头到尾觉得，而且不管持香、扩香、层次，对，都很好，特别茶香现在又飘出来了。对啊，茶香好厉害，来，好闻哦。林心丽这一支你会给他几分？10分。哇，10分，10分出现，我很难得你花香会给到什么？玫瑰的可以啦。对，然后因为我想到这一支，我就想到说带茶香的玫瑰会让我想到史诗女，我是我的最爱之一。但是那一支如果是在夏天，我很难喷上身，因为它还有很多的其他像乳香、木质调的那个元素在里面。但这支我就觉得是它的前调的轻盈版的再淡一点的轻盈版，就是带茶香的玫瑰。然后它又非常的实穿，就是任何时间都可以。就是如果我们有去分季节的话，就是它不太分季节，夏天也是很可以喷的一个味道。是，真的 OK， 很赞这样。所以从这个水味看得出来，就连这个 sponsor 的喜好也都相当明显了。对 sponsor 的喜好跟我很像，很喜欢，就是类似这样。是非常谢谢两位今天帮我们介绍这一支玫瑰带着白花，还带着茶香，很有特色的丝绒51咯。那我们待会30秒见，下次见啦，朋友们，拜拜，拜拜。